郭新年第一次创业失败，一个人跑到西藏的时候，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提起过魔晶的创意。严格来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郭新年第一次来洛菲斯，是我替纳兰接待他。他找我要名片，我没带，就把纳兰的给他了。他从西藏回来之后就开始做魔晶，是我不小心把他的创意计划书留在了京城家，被他剽窃了。所以之后我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确实帮助过郭新年，给他出了很多主意。既然是你帮助郭新年创造了魔晶，那他为什么把股份给了温迪？我再重申一次，在郭新年心里，我就是纳兰，纳兰就是我。他扑错人了。扑错人了，还有什么错了？胡油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老实说，别让我查你。胡油确实跟我有关系，罗维是我前男友，我一直想帮他争取洛菲斯的投资，我还抵押了房子，支持他。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俩了。一共就3个项目：魔晶、捷讯、胡油，都是你们在背后捣鬼，把我当傻子了，啊？你们是曹操，我是汉献帝，你们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一直以为洛菲斯是很干净的，没想到在我眼皮底下，我的左膀右臂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需要我辞职吗？你还敢威胁我？你不要再威胁我了！我告诉你们，全力以赴，帮助魔晶度过危机，将功补过。辞职，永远不要给我来这套。我觉得麒麟收购魔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我同意徐家莹的意见。你们俩加起来一共投了400万，到现在为止翻了多少番了？都成亿万富翁了吧？心里特别满足，想赶紧把股份卖掉去享受美好生活，对吗？郭新年，我们是你的天使投资人，
我们一直非常支持你，你不能拿到洛菲斯的钱，就这么跟我们说话吧？那你要我怎么跟你们说话呀？你要是对魔晶没信心，你就把股份干脆卖给我，行吗？在座的各位，还有谁想卖呀？这叫什么话呀？魔晶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那不能大家一讨论问题你就这态度啊？你想当暴君呐？各位，可是我当初拒绝李奔腾的时候，你们都是支持我的呀。没错，那个时候没有起诉这个事儿啊。郭喜年，按照你的技术够强，我们可以变成苹果，可以变成微软，但我们只有活下来才能变。万一法院判我们一个不正当竞争，直接把软件封了怎么办？啊？做人要现实一点。老大，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谁是胳膊？谁是大腿？你是胳膊，国企是大腿，运营商是大腿。真的说你是胳膊都抬举你了。我也觉得，让麒麟收购魔晶是一件好事儿。你闭嘴！你也替大家想一想好不好？我们刚拿到洛菲斯的投资，大家才刚刚有钱，好不容易跟你熬出头来，现在像做梦一样，睡一觉醒了，什么都没了，这样是不是太残酷了？我让你闭嘴！好。律师打电话让我们准备起诉材料，但我觉得没必要。估计听到运营商起诉他们的消息，早就吓到尿裤子了吧？别着急，我还有另一张底牌没有用呢，到时候魔晶会彻底消失。我来说说乔布斯。乔布斯在研发苹果第2代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导致苹果在市场上滞销，结果怎么样？乔布斯是苹果的创始人，最终被苹果的董事会开除，去拍动画片了。后来又不是把他请回来了吗？给他股份了吗？乔布斯一直到死都是苹果的 CEO， 不是股东。他用他的智慧给股东们赚钱，自己却拿不到1分钱的利润。那又怎么了？乔布斯依然伟大。我也可以像乔布斯一样啊！我不赚钱了，行了吧，各位？我帮你们赚钱，但是你们得支持我。卢卡，老大，我支持你。支持什么呀？床垫底下钱还没存回去呢，你就是让我看看过过眼瘾是吗？这钱你不想要了？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我点灯熬油了这么久，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是过富日子，不是过穷日子。凭什么呀？
郭新年，我理解你。我们所有人也都是被你的梦想感召来的，但危机出了，咱得想办法解决呀。你也不想自己看着自己的梦想夭折吧？郭新年，我们真不是想在这儿跟你掰扯什么。我再提醒你一遍，我希望你现实一点。别跟我说现实了，我这辈子听的最多的话就是现实一点儿。我要是现实，我孩子现在都会打酱油了，知道吗？我找个公司工作，我肚子吃圆点，不容易吗？不现实吗？那样咱们还会认识吗？这个世界还会有魔晶这么伟大的软件吗？我告诉你们，我是来创造现实的，我不是来实现现实的。老大，我保持中立。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第一，我们所有人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你。第二，我们把股份卖给谁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的合同里，你并没有优先回购的权利。如果大家现在决定把股份卖给齐鲁，也就是说，魔晶被收购了。魔晶被控股了，我不想这么说，可这是事实。那我们面对现实吧，大家举手表决。支持郭新年的请举手。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你想开一点。你要是敢做傻事儿，你就是逃兵。喂，你在哪儿？欢迎光临。3日不见，令人刮目相看，档次越来越高了，郭总。我不是郭总，我就是一傻蛋。你叫我3哈都是抬举我了，我比你们家狗还傻呢。怎么还没开始喝酒就酒言酒语的了？对，点酒。服务员点酒。来了。你好，先生，需要推荐吗？需要。
好的，您对产地上有什么要求呢？我们这里有法国、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西班牙几大类的。年份上有什么需求吗？我们这里有窖藏10年到15年的，各大酒庄的全都有。最贵的来一瓶。好的。等一下，别听他瞎说，来这个就行了。听我的。好的，稍等。急着把我叫出来，什么事儿？见到你就没词儿了，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现在就是尴尬癌晚期。没事儿，一会儿喝点酒镇定一下就好了。打扰了。2位请慢用。让我猜猜，他们是要把股份卖掉是吧？我就说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一听说李奔腾要来，所有人都跟汉奸一样，举着小旗夹道欢迎。就我在这儿死撑着，我就是不甘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识时务？现在赶紧把魔晶双手奉上，赶紧卖个好价钱，不然我自己找死还挡着别人发财。慢点喝。魔晶还是个幼苗，还没有长成大树，所以很多人看不到它的价值啊。你现在把它卖了，未来不会有好的发展。你再给我5年时间，3年时间就够，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对的。现在没人支持我，都觉得这事儿是灭顶之灾。李总，电话，洛菲斯的温迪。温迪你好，我是李奔腾。李总您好，收购魔晶的事情，我们洛菲斯还是希望极力促成的。上一次谈的不是很顺利，回来以后我们彭总血压都高了。是吗？彭总对这事还挺上心的。是，彭总特别下不来台，也觉得特别没面子，所以想让我请示您，如果我们希望继续谈下去，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嘱咐的地方？魔晶的股东们现在内部意见统一了吗？原则上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只有郭新年一个人还有一些想不通，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具体的方案，说服他应该也不是很难。大家都知道，魔晶现在有法律风险的问题。现在这个收购案能不能获得麒麟董事会的批准，我也没有把握。要不这样吧，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通知你。好的，李总，谢谢您。有什么情况我及时跟您汇报。再见。再见。你上火了吗？
看来我们的情况，李奔腾已经知道了。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李奔腾是只老狐狸。那你们觉得收购魔晶，麒麟董事会能通过吗？这还听不出来吗？上次谈收购的时候，他说合同就放在他包里，现在跟我们说什么董事会，他明显就是在躲呀。在我来之前，公司的人都希望我说服你。可温迪告诉我，要说服郭新年，那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你不难，你说的我听。为什么呀？魔晶是咱俩共同创造出来的。其实以前我给你留了股份，但是考虑到你的职务，我不能给你。我要是给了你，你就犯规了，会给你带来麻烦。可惜现在已经给别人了。但我认为，我要卖魔晶，我得给你一个交代。在我心里，我就是魔晶的爸爸，你就是魔晶的妈妈。我就是打个比方，而且我坚信，如果你持有魔晶的股份，你一定不会同意我卖掉它，你会支持我的。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郭新年，你没有对不起我。能参加到魔晶这个软件的设计中，是我一生的荣幸。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给我的希望放在心上，任你去随便遗忘。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却眼含泪光，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有你在身边闪亮，就这样一点一滴被。想听听我的看法吗？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能把魔晶卖掉。就算你现在把魔晶卖给了李奔腾，那又能怎么样？面对运营商的起诉，难道你觉得他的勇气就会比你大吗？我觉得他保护不了你。事实上，没有谁可以保护得了谁。他们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不是野蛮时期，靠胳膊和大腿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就是要看主管部门是如何考量的。按照法律，魔晶是不是非法竞争，现在还不知道。仗还没打就要投降，我觉得很不明智。他们说这一仗我肯定打不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宁可被打死，都不能被吓死。你去西藏的时候，你非要一个人去骑车过死亡谷，还遇见了狼。你说是那时候比较惨，还是现在比较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你都挺过来了，你现在还怕什么呀？现在无非就是洛菲斯的钱进来了，他们想要享福，不愿意再受罪。其实这一场仗，你想打或者不打都可以，但你一定要有主见。李奔腾说收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天。听过刻舟求剑的故事吗？昨天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温迪挺机灵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你的手下性子急，还是他们的领导性子急。你给我交个底儿，魔晶，你帮还是不帮？人人都喜欢锦上添花，没有人喜欢雪中送炭。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李奔腾，你真的见死不救吗？一切皆有可能。老大，人都到齐了，有什么话你说吧。我先跟大家道个歉，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我的性格比较偏激，我还很鲁莽，很多时候还不能顾全大局。但是我很清楚，魔晶是我们大家的，在我心里，我从没有把魔晶当成过是我一个人的东西。其实你也不用解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温迪，你不知道，你没有跟我们大家伙一起经历我们创业初期的艰难，你也没有跟我们一起面对无数次的崩溃，无数次的不知所措，无数次的看不见光和希望的时候。各位，我真的觉得咱们的这些经历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我在这里跟大家表个态，等我们打完这仗，谁要想退出，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的股份变成现金。谁要是想继续留下来，我们也要找到更好的生活保障的方案。别再一遇到危机，大家就想着卖掉我们赖以生存的产品。杨洋，你想发财，过上富裕的生活，一点错都没有。将来你和卢卡结婚的时候，我给你们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我还给你们当证婚人。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徐佳莹、高迪，打完这仗，不管你们俩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同意。因为没有高模咖啡，没有你们的2次投资，我什么也干不成。我同意，暂时不接受麒麟收购魔晶的股份。我继续支持郭喜年。谢谢，谢谢你们。
室找您，您不在，您现在在哪儿？我想见您一面。我人在外面，有什么事说吧。我刚刚收到苹果商店的通知，为什么要把魔晶下架？这个事，等我回来再说。好，您回来马上通知我，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文总，出去。哦，我这个文件可能要……滚出去！不讨论了，杨洋，给律师打电话，让他马上发律师函。不能打，这人还没来齐呢，没讨论呢。你们都干什么呢？徐佳阳，听我的呀！想什么呢？马上打电话去！不能打，听我的。你想干什么呀，徐佳阳？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脾气？你给我坐，冷静，坐。我冷静得了吗？10万火急，已经没时间了。你们俩都冷静一点，咱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聊。反正我就是不同意，你反应过度了。我反应过度了，你呢？你这么慢悠悠的。今天下班之前，如果我们不能给出回复，明天苹果再来通知，那就直接下架了。仗不是这样打的，你现在是让人牵着鼻子走，他就想激怒你，让你反应过度，最后自暴自弃。我们怕什么呀？我们不怕捷讯，我们不怕运营商。他们面对的是苹果商店，我们面对的也是苹果商店。我们首先要争取自己的权益，懂吗？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自己的权益怎么争取啊？人家是一个虚拟的软件商店，他不负一点法律责任。现在捷讯运营商给我们布这么大一个帽子，定这么大一个罪，咱们怎么说服人家，让人家不给咱下架呢？那你说怎么给？这不是正想办法呢吗？反正咱不能明知道必败还打这仗吧？你觉得我们必败了是吗？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觉得败了？吵够了吗？都注意点形象行不行？外头员工都在上班呢。出什么事了？早上接到苹果商店的通知，他们收到了2份律师函，一份是运营商起诉我们侵占国有资产，要求苹果尊重国情，让我们暂时下架；另外一份是捷讯起诉我们抄袭，剽窃了他们的创意。我的意思是，先委托律师向苹果商店做一个态度强硬的回复，首先确保不能下架。一旦下架，我们就真的完了。这可不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事儿。就算我们把全世界的理都占了，用户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我们。可徐佳莹就是不同意。喂，苹果商店要把魔晶下架，通知函你看到了吗？我已经知道了。那我过去找你。洛菲斯的人马上就到。那现在我们怎么办？互联网大会之后，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悬在头顶上的这把刀什么时候落下来？现在终于落下来了。去哪儿？去魔晶开会。想到办法了吗？没有。那你跟彭总聊过了吗？彭总在外面开会。
你要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就不要耽误我时间了。现在去魔晶，是抱头痛哭呢，还是骂街？你在笑话我吗？我笑话你什么呀？你笑话我是个失败者。失败者？魔晶的股东是失败者。魔晶是公认的互联网奇迹，它刚出来的时候逼得运营商节节败退，只要你再给它3到5年的时间，它就可以打遍全世界，甚至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你根本就不了解魔晶，你也不配当它的股东。我不配，你配吗？我是洛菲斯投资部的主管，你的领导。麻烦你在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带着敌意。好，我道歉，对不起。那你说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一致。我们都是要保护魔晶的。不要再因为你的个人情绪影响工作了。你愿意听我的吗？我听你的。我们就不寒暄了，时间紧，任务重。彭总已经在和苹果商店的人做交涉了，我们必须马上拿出解决的方案，和彭总打好配合。咱们的后台数据跟苹果商店显示的下载量不符啊。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苹果商店至少2天之前就不再更新我们的下载量了。你是说2天之前，苹果商店就接到律师函了？应该是。那为什么他们要等2天才给魔晶发通知书？很简单，想吃又怕烫。这苹果商店搞什么鬼啊？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要不要我黑进苹果商店去看看？你敢？这是违法的，违法的事你敢干啊？我就开个玩笑，我看大家那么严肃，我就觉得，咱们魔晶小小的一个公司，能让这几个超级大公司跟咱们翻脸，我挺骄傲的。你别说话了，行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苹果商店2天没有给我们更新下载量，也不通知我们，说明他们的心态就像高迪说的，犹豫不决，想吃又怕烫。魔晶毕竟是下载量排名第1的软件，如果我们下架了，对他们也是损失。所以要说服苹果商店，首先得抓住这个心态。你接着说。运营商送到苹果店来的律师函写得很清楚，任何通讯必须获得牌照。作为一个跨国企业，对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法规要绝对尊重。我想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下律师函头1天，我们有个正式会议。那就是昨天。可为什么从前天开始
魔晶的下载量就停止更新了。你们讨论了2天是吧？是3天。作为个优秀应用类软件，我们不愿意下架。事实上，我们公司员工手机都装了魔晶，大家都想晚点下架。那你们最后决定什么时候下架？律师函送到之后的第3工作日。彭总来短信了，苹果方面说，律师函送达的第3个工作日，魔晶必须下架，没有余地。那是吓唬咱呢。老大刚才不刚说了，咱们是应用类软件下载量第1名，他说下架就下架了。这个你们可能不懂，苹果商店是外资企业，他们非常小心，对于法律这块就是雷区，宁可不做这个生意，也不会踩红线。律师函一发，他们肯定会要求魔晶下架。你的意思是，我们彻底没救了？也不见得，除非出现对他们有更大诱惑力的东西。你告诉我，什么才是对他们有更大诱惑力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我胡说八道。3个工作日后让我们下架。如果这3个工作日内出现什么奇迹呢？比如说我们的下载量再增加1000万，苹果商店会怎么样？还会让我们下架吗？3个工作日，下载量再增加1000万，这是世界第8大奇迹啊！仅次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郭新年，你觉得温迪刚才说的有可能吗？有。3天时间，不能再长了吗？这个是公司的决定。首先，我希望哪怕只是3天时间，你们也应该恢复魔晶正常的即时下载量数据。这个可以。很好，杰森。如果我告诉你，魔晶要做一个技术升级，3天之内就会让下载量翻1倍，你会改变决定吗？你觉得可能吗？也许。我是管软件的，魔晶下载量已经是奇迹了，升级一下，做几个补丁，下载量就可以翻1倍。你真有这样的把握吗？咱们可以赌一下。我不和你赌。我告诉你，所谓通讯牌照，在中国的法律上不包括语音信息传输的规定，也就是说，运营商给你发的律师函都是在吓唬你。其次，如果你们在一个巨大的用户量面前轻易下架，魔晶的官司要是打赢了，你们的信用度就会受到很大的质疑，而且到时候魔晶也未必再选择登录苹果商店。对于你们和魔晶，
都是重大的损失。杰森，我并不是要求你推翻决定，而且法律文书的往来会需要时间的，推迟几天下架，不影响你和玉营商的关系。我恳求你，再给魔晶一次机会，让他证明自己。苹果商店已经恢复我们的下载量更新了。现在说说吧，我想知道怎么在3个工作日之内把下载量增加1000万。卢卡，你是管技术的，你说说。我说什么呀？他说有的，你问他。郭新年，你说话呀！什么意思啊？散会了吗？各位，这里面是魔晶的另一个版本，罗维做的。而且我觉得，没准罗维可以帮我们在3个工作日之内增加1000万的下载量。罗维做的？对。郭新年，这东西你哪儿来的？我给他的。我非常讨厌这个界面，弄得跟财务报表似的。但是清楚简洁。还有这个啊，抄的够彻底的呀，连联络人分组这种概念都抄走了。这一块咱们之前也是借鉴麒麟的，所以不能算他抄。行啊你，郭新年，现在都帮罗维说话了啊？那你给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最重要的。他想把微博的功能加进来，这样魔晶除了语音传输的功能以外，还有微博的功能，它就变成了自媒体。之前是你自己说的，你讨厌忽悠乱七八糟的胡乱加东西，跟大杂烩一样，你现在怎么也接受了？为了1000万的下载量，我们现在必须妥协。哥，我回来了。哥，你这是几天没出门了？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呢。哥，你没事吧？好像有点发烧了。这哪是有点儿，都烫手了，收拾去医院。走啊！你得扶我一把，我腿儿软。我反对。罗威这个人不可靠。
我觉得可行。为什么你们非要把罗维当做对手呢？如果他的方案真的可以让魔晶增加1000万的下载量，他就是魔晶的救星，我们应该请他来。同意请罗维过来帮忙的，请举手。纳兰，卢卡，这次真的得为难你了。要3天能做出来，你们做，我做不了。怎么这么大情绪啊？我烦他呀。咱们在高木咖啡出的事儿，我也一直怀疑跟他有关系，但就是一直找不着证据。从情感上，我跟这个人现在根本不想有任何关系。但是魔晶是大事，我也没办法。你要是觉得实在接受不了，就当没这事儿。那就别请他了。我承认这个人是有点小本事，但是他不是好人，我就讨厌他。跟你说个事儿啊，他是温蒂的前男友。所以你觉得我想请他来吗？想请他来这主意，我都把自己吓一跳。但是为了魔晶，咱们个人受点委屈又算什么呢？哥，电话。电话。喂。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谁呀，哥？好，我考虑一下。好。哥，谁呀？去叫个护士给我把针拔了。哥，你还没说完呢。我好了。你还发着烧呢，你别不。我好了。哎呀，那也不能了。哎，别！李奔腾来电话了。你好。坐。你好。喝点什么？咖啡好吗？2杯咖啡。好的。坐。最近忙吗？还好。我这个人不太会说客套话，咱们直接聊正事儿吧。3大运营商告魔晶的案子，你怎么看？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好像是3个成年人联手在一起在打一个小孩子。我个人认为非常凶险。如果魔晶倒了，你估计会出现什么情况？山寨版本会蜂拥而至，就像你做的那个。
我做的是对这个软件的改造和升级。我不是山寨。好吧，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你说的没错，如果魔晶倒了，会有大量的山寨软件出来，这是可以预计的。我再组织一个团队，开发语音传输系统，你有兴趣吗？我想找一个熟悉魔晶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来做我的技术总监。这个位置很合适你。你已经认定了，魔晶必败，开始在为未来布局了。等着收尸的人不止我一个，但单纯的山寨，我没有兴趣。出于魔晶，要更胜于魔晶。麒麟只要最好的。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咱们接着往下聊。你有任何条件，都可以提出来。这么着急啊？这种事情通常不都是先考虑几天吗？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要考虑几天，你干脆别来了。IT 这一行需要的是侵略性，我们不需要老谋深算的人。不好意思啊。金总好。罗伟，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马上派车去接你。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谈。之前那些是非呢，我们就先不提了。我和运营商谈成了一个合作，我们准备做一个移动互联网研发中心。魔晶马上就要被干掉了，我们不希望有其他的山寨软件来干扰。你来，我们自己做一个，一切条件都好谈。承蒙金总厚爱，这样，我考虑考虑。好啊，我给你1刻钟的时间。那我就开条件了。薪酬我的要求不高，够我吃喝就可以。我要的是这个软件将来40%的股权，还有将来的研发过程中，我要优先的主导权。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将来我说了算。我不会听你的，并且我要麒麟一点点的股权。你确定？我希望将来咱们之间是合作关系。我不是给谁打工，我是个创业者。太苛刻了，我没法答应你。不着急，这种事情，我认为可以有几天时间考虑。我今天好忙啊。
在哪儿啊？我要见你，马上。你终于想起我来了。抱歉，李总，我突然呀有点急事儿，我得离开一趟，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给您我的答复。您可以等我吗？当然。这点才吃饭？发烧没胃口。你说，李奔腾那边等着我呢。李奔腾？李奔腾找我了，估计是要跟我谈合作吧。我让他先等我一会儿，跟我面前演大哥，可以。等我喝完汤。你都这副德行了，还满脑子刺儿呢？我都满脑袋是刺儿了，还让人欺负成这样。知道李奔腾找我干什么吗？嗯，弄死你！就凭你啊？就凭我弄不死郭大师吗？你去李奔腾那儿，充其量是当条狗替他咬死我，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第一个死，你就是第二个，他们是不会把咱们这帮人放在眼里的，不狠狠戳他们2刀子，血都出不来。知道为什么吗？皮太厚。老板娘，哎，给我拿2个酱白。稍等。你不是发烧了吗？喝什么酒啊？我高兴啊。有什么事儿说。温迪给我看了你做的软件，我觉得是在魔晶上的一次质的提升。我现在需要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足够好的升级版，快速的扩大用户量，以防苹果商店下架。所以我要你来帮助我，我想在你的软件基础上完成这件事。不然呢？如果我要是不帮你的话，你的麻烦会很大吗？我跟洛菲斯签的是风投合同，1半股权1半债务。如果我要是在苹果商店下架了，我就得搬过来跟你一起住地下室了。那可能麻烦就大了。我的行宫现在已经有何小芒入住了，可能没地儿再跟你加床了。我先去会大哥，等我陪大哥聊完了，回头再聊细节。温迪对你不错，东西我前脚给他，后脚就到了你那儿。女人呐，这不才促成了咱们俩的合作吗？行，来，说句谢谢，我就走。你山寨我，我还要谢谢你，你这么有本事啊！要不是看在咱俩合作的份上，现在我就抽你了我。那你给我买单，滚蛋！李总，你接过了吗？可以给我答复了吗？我选择去魔晶。魔晶给你什么条件？我翻1倍。如果我是要打工，吉林很理想，简直完美，但我是个创业者。虽然郭新年跟我是竞争关系，但我们毕竟是同类人，而您，运营商，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创业者要做的是挑战你们，然后埋葬你们，继而分享这个世界。我不需要魔晶云，更不想看见他死，
要是魔晶死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就太没劲了。小王，走了。卢总，跟李先生再见。哥，李先生再见。再见。咱们还有几天？3个工作日。多久？严格的说，加上接下去的周6和周日，你还有5天。你可没跟我说过，只剩5天了，还剩5年，我找你干嘛呀？罗伟，欢迎你能来。既然来了，我们就先谈谈你的薪酬和待遇吧。我是来帮忙的，高总，薪酬待遇你们看吧。哎，外面的员工可以帮你做基础框架，至少可以帮你写代码。徐总，麻烦你跟外面那些人说，让他们走，现在就走，马上走，5天之后再回来，或者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这里面谁是麒麟的卧底，谁是运营商的卧底。你太夸张了，这些人是我亲自招的。所以你是来跟我保证，他们都值得信赖吗？是吗？按罗维说的办。小王，干活。大家听我说，放下你们手中的工作，带上你们的私人物品，到我面前来集合，快！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逛街、吃饭、看电影都行。放心，不是辞退，是放假5天，带薪休假。咱们这一次升级的重点在于把微博的自媒体功能拿过来写进咱们里面。我来写页面代码，卢卡，我需要你来写文字代码以及图片传输代码，然后老郭负责检查，负责检测。小王，帮我黑进苹果商店，他们喜欢在内部讨论问题，我要提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明白吗？没问题。等一下，你要黑进苹果商店？你疯了吧？万一他们追究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放心吧，这事我在行，我一个人干的，不会连累你们。这不是连累不连累的问题，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工作，你就跟我们有关系，你这是网络犯罪。卢卡，小王在跟你开玩笑呢。我看他这个样子不像是开玩笑的。等咱们正式开始工作之后，我希望就不要浪费时间在互相争论上了吧。既然请我来，就听我的，好不好？高总，时间有限，闲散人等就请离开吧。同意。说咱们呢？